石，燃烧石，高級地圖，牌杯，圣油。Ratham's flaring. It's getting stronger. 海杯石，神圣是让你。高级地图。大家好，我是曾毅，今天来介紹的是一個 Fun Build 古靈滅世螺旋之弦。可以看到前面的影片，大範圍連鎖清圖非常爽快，一發下去常常清到畫面之外都看不見怪物，有噴東西的話還需要聽過濾器聲音才知道掉了什麼，非常適合師徒用的機體。為什麼說這個是 Fun Build 呢？因為打單鐵王的部分不強，我一直抓不好狙擊的手感。如果想找打王強的机體，等這部影片看完後，可以去看我上一支的古靈炸彈超人的影片。這機打圖常會發生畫面卡住的問題，上網查是因為着色器快取大小不足的關係，需要在 NVIDIA 控制面板的管理 3D 設定這邊找到着色器快取大小，把它改成 100GB， 然後我是還有另外把渲染器改成 Vulkan， 這樣就再也不會卡畫面了。如果你還有過圖卡住的情形，那可能搞不好是網絡的問題。這個時候你就會需要幫你網路全面加速的 Gear Up 遊戲加速器。Gear Up 是一款專為線上遊戲設計的網路優化與加速器工具，它利用獨家的 AR 技術和智慧演算法，確保玩家連線到遊戲伺服器時，永遠都是走最短的路徑，直接把延遲降到最低。Gear Up 支援的遊戲超過3000多種，包括大家最常玩的 PoE、PoE2 都能完美優化，操作上也很直覺方便。第一次使用時，先選好你要玩的遊戲，然後按設定選擇連線地區和遊戲開啟的路徑，設定好以後打圖都是一鍵加速。我自己用過之後，延遲都直接穩定在20毫秒左右，速度提升真的非常有感。而且官方現在非常大方，直接開放3天免費試用，大家可以先去測測看，覺得有效有感再去訂閱。現在加入最高還能拿到4折超猛優惠，現在就趕快點選下方的專屬鏈接下載，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JusticeCat。可以再獲得1天免費試用，現在就趕快下載，讓我們一起跟卡頓說拜拜。回到正題，這個流派的組成核心就是圍繞在爆發腐蝕這個介質，攻擊具有等同於 3% 最大生命的附加物理傷害，所以只要全身裝備撐爆血量，你的物理點傷就越高。像我們撐到8800血，帶2個戒指的話，就拿到了500多的物理點傷，然後再搭配滅世弓，以該武器攻擊獲得等同於物理傷害 100% 的各種元素額外傷害，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滅世把我們拿到的物理點傷放大3倍，然後再用清圖超快速的螺旋之弦，一次全方位射出25支箭矢，搭配卡迪羅的軌跡，每支射出的箭矢隨機為逐漸增強、碎片、倒轉、鑽石、貪婪或重擊箭矢的其中一種，所以射出去的箭矢可能會連鎖分裂、返回等等，就可以達成一發下去，整個畫面之外的怪都清乾淨。裝備方面，全身都是傳奇裝備，完全不用做裝。除了前面提到的核心裝備之外，因為要撐最大生命，所以用血量流套裝。胸甲使用鋼骨的壯志，加1500最大生命，但就會沒有驚魂，可以去找瓦過1800血以上的。頭盔使用夜幕，增加50%最大生命，但就會沒有元素抗性，可以去找瓦過61%最大生命的。項鏈使用拒絕命運，遭敵人擊中前恢復失去生命的 30%， 因為我們是古靈，情感就塗模範，拿 5% 技能品質，然後用3顆紅聚光譜珠寶，這樣可以拿到2×3×3等於 18% 血量。戒指前面講過了，用2顆爆發腐蝕，攻擊具有等同於 3% 最大生命的附加物理傷害，但副作用是每秒失去 5% 最大生命，2個就每秒失去 10% 生命。
所以符文和天賦方面都要撐每秒回血和生命回復率來抵消這個副作用。腰帶用夜2降臨，選此物品會被視為身體護甲，增加 100% 鑲嵌物品效果的。一個叉狐狸魔偶，鑲嵌在此物品中的魔偶獲得其命定詞綴的加成效果，胸甲的命定加 5% 至全部技能的品質。另一個叉艾米爾魔偶，技能有 10% 的幾率不會移除能量球，但依然會視為將其消耗，這樣可以拿到 10% 技能品質和 20% 幾率不移除能量球。手套用怨恨鍛造，找擊中時獲得勝怒越高的，達到最大勝怒時獲得一顆能量球，效果每秒觸發時間越短的。然後瓦池最好有擊中時有幾率不會獲得勝怒，而是獲得最大勝怒的。我們手套是用來增加拿狂怒球的幾率，因為攻的技能都要搭配狂怒球來用。鞋子的部分就找2洞加血量和力量和跑速即可，有能力的可以再找增加符文效果。然後鋼母甲上一個叉特克罗德的血眼，每秒回復 1.5% 生命。另一個叉吉卡尼灵魂核心，增加 3% 最大生命。灭世的符文一個叉伯爵夫人瑟斯可的剑術符文，攻的攻擊額外發射1支箭矢。另外一個叉斯卡沃的天空符文，獲得 5% 傷害的全數額外傷害。剩下的護甲插槽全部放完美重生符文，每秒回復 0.5% 生命。珠寶的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的3顆紅橘光譜，一個用血肉乾鍋找獲得共鳴的關鍵天賦，然後副作用是更少驚魂的。我們因為鋼母甲的關係本來就沒驚魂了，所以這個副作用對我們來說沒有影響。然後一個不朽恨意選阿姆納姆的，可以把範圍內的關鍵天賦變成血肉獻祭，當承受擊中傷害時，損失生命值的 20% 將會被減免，並在4秒內損失減免數值的 150%， 就是把部分擊中傷害轉成像持續傷害那樣，分成4秒受到傷害。只要回復生命有撐起來，就可以變相減傷。一個珠寶我用了妄想陣，找羽毛劍羽，投射物速度增減也會套用於攻的傷害。另外一個我找傳說公路，技能有 10% 的幾率不會移除能量球，但依然會視為將其消耗。然後最後一個珠寶用從無到有選空掌之術，這邊可以拿到投射物速度、物理傷害，還有擊殺回復 2% 生命的天賦。小技巧可以去找項鏈的情感塗征服血肉，賦予2個額外技能槽，然後技能槽多出來後，再放你需要的技能寶石進去，然后把项鏈換回來你原本用的项鏈，這樣一樣可以吃到高尚玉盾給的碎片。戒指同理，一樣可以先去換潛能之戒，拿一個額外技能槽，放好技能後再換回去用原本的戒指。只是這個流派的戒指爆發符时剛好基底就是潛能之戒，就不用換了。升華就是一樣用高尚玉盾，它按照你的技能能力需求是什麼屬性，給予對應的碎片。我們放完所需要的技能後，剩下的技能插槽就全部放纯力量屬性的技能，一個可拿 4% 最大生命。然後進階期數，寶石品質會賦予插槽中技能一個額外效果。我們玩古靈就是為了玩這個升華天賦。然後剩下的升華天賦我改成機動鑲嵌物，全部具有敏捷要求的技能等級+2。最後鑲嵌的寶石輔助寶石配成紅藍綠一樣多，可以同時拿到对你的擊中傷害无暴擊傷害加成。移動時使用技能會有 40% 更少移動速度懲罰，和技能有 30% 更少消耗。天賦配置如畫面所示，主要就是點生命回復率和每秒生命回復、最大生命、力量、雙手武器傷害、投射物速度、力量轉命中、護甲破壞。這邊從無到有空掌術，記得要點出擊殺恢復 2% 生命。這邊點出祭血術，然後不朽恨意阿姆納姆人民的放在這個珠寶洞，然後點出這個關鍵天賦，就可以拿到血肉獻祭。技能配置如畫面所示，我們用到的技能只有螺旋之弦、龍捲射擊、劍雨、彈幕、冰牆、狙擊，剩下的都是用來湊技能拿碎片用的。目前全身技能品質我們总共可以最多撐到 44%， 所以螺旋之弦可以額外拿到效益有 63% 幾率翻倍，龍捲射擊拿到5個龍捲風上限，彈幕額外拿到 44% 幾率不移除能量球，配合永恆充能 25% 幾率不移除能量球，和夜2降臨插艾米爾魔偶拿 10% 幾率，天賦傳說公路拿 10% 幾率，所以我們可以撐到 99% 幾率彈幕不移除能量球。冰牆額外拿到 880% 冰晶的生命，目前總生命是19萬多。狙擊額外拿到 44% 完美實力空檔和 44% 更多攻擊速度。我們清圖主要技能螺旋之弦搭配護甲破壞3，破壞的護甲值等同於被輔助的技能造成的 20% 物理傷害。
被輔助的技能完全破壞物甲時，有 20% 的幾率獲得一顆能量球，和厄洛克的鍛鍊，被輔助的技能破壞 70% 更多護甲值。天賦我點了一些破壞護甲效果，這樣就可以在打圖時造成完全破甲，拿到耐力球，再配合共鳴，把耐力球轉成狂怒球，就可以用狂怒球來加強螺旋之弦。每消一顆狂怒球便連鎖一次，每消一顆狂怒球造成 30% 更多傷害，若消一顆狂怒球造成 100% 更多傷害。額外品質還可以拿到效益有 63% 幾率翻倍，再搭配輔助永恆充能和天賦傳說公路，總共可以有 55% 幾率不消耗能量球。這樣只要在拿到狂怒球後，就可以一直不斷的強化螺旋之弦，搭配卡迪羅的軌跡，就可以做到全方位無死角的清圖。如果在封閉空間時效果更好，打圖的時候就先按下彈幕，然後在怪群放龍捲射擊，在螺旋之前開始瘋狂掃射。如果造成破甲拿到狂怒球的話，就可以看到螺旋之前的箭矢變成綠色的加強箭矢，伤害很高，怪越多連鎖起來傷害越高。打王的時候就一樣先放龍捲射擊，放個劍與輔助輸出，然後放冰牆在王身上，然後按彈幕，將狙擊達到完美時機後打破冰牆。我們冰牆有19多萬的血量，狙擊它被冰鬆，被破壞的冰晶每擁有2000點的最大生命，被輔助的技能獲得等同 1% 傷害的額外冰點傷害，所以可以額外拿到90幾%的額外冰點傷害。然後個人手殘常常按不好完美時機，打王的話我還是喜歡我上一支影片的極速子彈炸彈超人。結語，這支機體打圖非常的爽快，打王的話差強人意，適合師徒找門票用。然後這套裝備和天賦其實要玩其他攻擊流派的話應該是玩得起來。我們已經保底拿到500多的物理點傷，換個十字弓和項鏈應該就能繼續玩炸彈人，換個雙手錘就能當戰士，搞不好還可以玩個踐踏或眾神之錘。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有什麼想法或建議的話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會盡量回復問題。那我是正義，我們下支影片見。